叶晨在金陵休息几日，便再次启程前往南方的广城。刚好临近农历年底，天气也越来越冷，广城的温度没那么低，对演出相对友好。按照计划，最后一站是荣城。荣城最后一场演出结束，叶晨就要立刻返回金陵，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乘飞机前往马尔代夫，连日来跟着塔瓦纳一起奔波，让叶晨的精神也有些倦怠。他也迫不及待地渴望着过年能够好好休息休息，倒不是身体有多累，主要是精神上需要放松和放空一下。当叶晨在广城跟进塔瓦纳演出的时候，一艘货轮在护城浦东港靠岸，这是一艘华夏级货轮，刚好返回锚地，所有船员刚好下船休息。待货轮装载完下一批次的货物之后，货轮就要起锚前往欧洲。一众船员里有一位身份为厨师的中老年人，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马大厨，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叶家多年的大管家唐四海。而这艘船所有成员都是叶晨母亲安承熙的手下。安承熙掌握着一个华夏级的航运公司，虽然没有伊苏航运那么大，但也有几十艘集装箱货轮，一边为安承熙提供充沛的现金利润，一边还能帮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物资和人员调度。唐四海离开货轮，便由专人通过秘密渠道一路护送到了金陵。护城离金陵本就不远，3-4个小时也就到了。安承熙将唐四海安排在栖霞寺落脚，因为整个金陵到处都是叶晨的人和产业，他不敢让唐四海有丝毫抛头露面的迹象。唐四海乘坐后排完全不透光的商务车从护城一路来到栖霞寺，抵达栖霞寺的时候已是深夜。栖霞寺夜间闭门，不接待香客和居士，但此时却打开了进山的侧门。待唐四海乘坐的商务车进门之后，才又重新关闭。商务车直接开到半山腰，也是安承熙曾经落脚的那个独门独院。几位僧人默默将院落和客房收拾出来，待商务车开进院子后，便立刻低头撤离。司机和副驾驶上走下2位黑衣人，两人检查一番，将门锁闭之后，这才打开后排侧滑门，对车里的唐四海恭敬地说：“唐管家，我们已经到了，您可以下车了。”唐四海轻轻点了点头。下车之后，便见小院正房中走出一位老者，正是平日里陪伴安承熙左右的孙姐。孙姐见到唐四海，微笑着说：“四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实在是辛苦了。”唐四海笑道：“在下这段时间一直在大溪地享受热带岛屿风情，一点也不辛苦，倒是孙姐一直陪着夫人才是真辛苦。”说完，他站在原地，抬头望向天空中朦朦胧胧的月色，深吸了一口寒冬腊月又湿又冷的空气，感叹道：“孙姐，说句心里话，南方的冬天在下还确实有些不太适应，让我忍不住又想起少爷。当年他在福利院过的第1个冬天，时常因为受不了这湿冷，半夜蜷缩在被窝里打冷战。可那福利院太老了，老到根本就没有暖气，也没有空调，就连窗户都是单层玻璃。我当时很想为少爷做点什么，可又怕做多了引他怀疑或者引人关注，只能任由他一次长出冻疮。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冬天，我在燕京可没少为少爷落泪。”孙姐点点头，感叹道：“福利院的院长发过一些照片，少爷的手脚耳朵当时都冻烂了。夫人看过那些照片也时常垂泪，可是现在想想，那些苦难其实对少爷来说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磨练。若没有那些苦难，他又怎能成长为今天那个顶天立地的叶大师？”唐四海微微颔首，感慨道：“孙姐说得对，少爷在泥潭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终于还是成了大才。金陵这一窝泥塘，终究还是没能挡住少爷一飞冲天。”孙姐微笑说：“可泥塘终究还是泥塘，夫人觉得是时候让少爷彻底摆脱这泥塘了。”唐四海问他：“孙姐说的泥塘应该是萧家吧？”“对。”孙姐重重点头，认真道：“你在叶家做了这么多年的大管家，知道叶家的人应该都听说过你的大名，网上也有很多你的信息，由你来跟萧初然见面，
把少爷的身世背景如实告知于他，想必他也不会有任何怀疑。唐四海问，如果萧初然知道这些，夫人希望他与少爷离婚？没错，孙姐说，夫人推断，以萧初然的性格，若是知道少爷这么多年一直都瞒着他，这几年发生的这么多事也一直都瞒着他，他一定会离开少爷。说到这里，他有些迟疑的继续说，不过夫人没把握的是，少爷到时候会不会心甘情愿放萧初然离开，所以你要找机会跟萧初然好好聊一聊，让他明白他留在少爷身边，不仅会给少爷增加负担，也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去不必要的危险，最好是能让他心甘情愿离开少爷。唐四海担忧地说，少爷对他非常在乎，如果我能劝他离开少爷，以少爷的能耐，想找到他也并不难，毕竟少爷现在有一整套 AI 模型，又在全世界的机场码头布下了地网。孙姐笑道，如果他愿意离开少爷，夫人会安排他和他的家人悄悄离开华夏，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少爷找到他的。等到夫人能够与少爷见面的时候，夫人自然会将这一切向少爷说明，到那个时候，少爷如果还想去找萧初然，夫人也不会阻拦。说着，他又道，对了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也可以重新回到华夏，如果少爷需要你，那你就回到少爷身边，为少爷鞍前马后，如果少爷不需要你了，你就可以退休享清福了。唐四海轻轻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，夫人拆散他和萧姑娘，不知道少爷将来会不会心生埋怨。孙姐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，少爷即便埋怨夫人，夫人也只能这么做，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斩断后顾之忧。萧家那个姑娘以及金陵这些人都会成为他的束缚。说着，孙姐问他，你觉得少爷如果知道夫人这么多年都在背后运筹帷幄，他会不会埋怨夫人？这应该不会吧。唐四海说，毕竟这么多年夫人过得也很艰苦。那就是了。孙姐微笑道，夫人和少爷一样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只有这个目标早日达成，他们母子二人才能够重逢。